抗战胜利后，受害者家属在战犯法庭设立的临时调查庭为死去的家人讨回公道。枪决汉奸小汪在旁对局长说：“我知道谭某住在迪斯威路某号，改名程，而且他楼上还住着8个日本人，都能说一口中国话，冒充中国人，不曾回国。”局长立刻就打电话给国军宪兵队，双方会合，并且拉了小汪做引导去逮捕。这一来，不但谭某父子双双被捕，而且连住在他那里的8个日本人也一起被捉到，搜出手枪几支，还有大批钻石、饰物、美钞和几箱黄金，一部分是他们自己搜刮的，一部分是日本亲友寄存的，价值相当大。局长对小汪大家赞赏说：“你这次功劳不小，日后定有嘉奖，但是你要每天守在家中等候随传随到。”后来以军法审判，在提篮桥监狱开庭，证据确凿，谭某父子和8个日本人在狱中全部被执行死刑。小汪在罪犯被执行死刑的第2天，在我家中痛饮了几杯，举杯高呼家仇已报，国仇已报，真是痛快。这天晚上，连我也很高兴地说，上海400万人口，除了汉奸之外，人人口说抗日，但是没有一个人有能力打死一个日本人，甚至连汉奸都不敢碰一碰，而你竟然以1人之力杀死了2个大汉奸，8个日本特务，你真是一个抗日大英雄。谭某被枪毙之后，他的妻子也悄悄溜走了，连收尸的人都没有。在军事法庭开审时，法官对小汪说：“搜出的无数财宝，你可以向法院申请奖励。”小汪说：“我只为了报仇，不求财物。”法官听了，当庭对他褒扬。事情终了，小汪对我说：“我要回家扫墓，举行家祭，祷告父母兄长，此仇已报。”我想其志可嘉，要送他一些旅费，他也不肯收，竟向我叩了一个头，只说了一个谢字，便告别而去。这件事当时大小个报似有所顾忌，登得很简略。我后来做过一篇稿子，登在《申报》本港副刊上，现在我觉得有重写的必要，所以详述如上。这是一件难得一见的奇人奇事。书画古玩换粮糊口，就在这个时期，经济情况起了恶性的变化，就是通货膨胀，币值一天天地跌，有时早晚市价不同，甚至1日数变，弄到1盒火柴的价格也早晚不同。我渐渐受到经济的压迫，记得那年新春开诊之后，每天收入的钱除了日常开支之外，囤货已不够资格，只得向外面银元摊上购买银元，每天可以买到20多枚大头。所谓大头，即是有袁世凯头像的银币。到了5月，每天门诊总有80号以上，出诊还有12、13家，而换到的银元只有4、5枚，这就说明币值已整个崩溃。本来平了米票可以按期着人排队领到平价米，但是到了这个时期，白米完全绝迹，只配给杂粮6谷粉及玉蜀黍，俗称粟米，又称苞米或珍珠米。市民们从未吃过这种东西，但是吵也无用，大家硬生生把这种东西吞下去。我第1天中午吃到6谷粉，觉得难以下咽，黯然搁住。我母亲虽然也吃不惯这种东西，但仍劝我勉强吃一些，免得饥饿。我说，做人做到这般地步，还有什么趣味可言？况且米铺虽不卖米，但是米铺的后门还是有高价的黑市米可买，
现在样样可省，唯有5碗2餐，我一定要吃米饭。不但我要吃米饭，阖家都应该吃米饭，连下面的职员和学生也应该供给他们米饭。我情愿把老本贴出来买贵米吃。当时我在楼下诊所旁附设一间药铺，有职员4人，连挂号先生、学生、车夫共有8人。大家听到这个消息非常欢喜。不过我声明，大家要轮流去买黑市米。从此诊病收入的储备票积了1-2天，用麻袋装来换米，而换到的米不过是半麻袋而已。这个时候，电台上的节目播送出无数的歌曲和弹词，都是骂米蛀虫。因为大家实在不喜欢吃六谷粉，而黑市米又贵得厉害，普通人吃不起。这时高级的菜馆如新雅等都用麦片像米一样蒸成饭，已是名贵非凡了。我家上下人等吃米饭的风声传了出去，大家都很惊奇，料不到我的至亲们天天都有人来探望我的母亲，事实上不过借故来吃2餐白米饭。还有4个同学都是单身汉，虽然也做医生，但因收入少，自己开不成伙食，都来和我苦苦相商，说是钱不敢向你借，可否供给5碗2餐米饭。我听见他们这般凄惨的要求，本同学之意实在无法推却，但是声明，楼下一桌只以12人为限，再多就不接受。这样一来，我天天真是要贴老本了。别人如何，本来也不知道，但是有许多向来属于富有阶级的人物，也常常来向我借钱。我可以举出2个人来，一个是哈同花园罗嘉玲的儿子罗有兰，拥有南京路房地产7%-8%，但是到了这个时期，每户房租依照原来租金，已买不到1包香烟，况且所有的收入已归日军管理，每月发给军用票1000元，后来军用票作废改发储备票1000元，真是连1包火柴都买不到了。试想，富可敌国的阔少爷也要借钱度日，便可知当时的生活情况了。后来罗有兰每月都会拿1-2件古玩来向我换银元若干枚。苏州桃花坞有名的富翁吴子申，他在苏州的产业不必说，在上海租界拥有梅兰坊、集五坊2条很大的弄堂，内有石库门大住宅200-300幢，租金早已停止收取，因为收得的钱连1个收账员都用不起，所以爽性不收。他住在我家左邻，虽也行医为业，但收入不够日常支出，每月都来和我商量。他很会说话，说现在书画不值钱，越是向来讲风雅的人，现在越是穷得厉害。我说，大新公司天天有书画展览会，你何不尽出所有，举行一次展览会呢？他说，初时的展览会都是风雅之士来买，现在他们都变成了穷鬼，如果举行展览会，不要说表工收不回来，连场地的租金也不会有着落。于是我和他约定，每月来我这里取银元若干，将来随便还我什么都可以。